不晓得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抽筋的经验呢？有些人可能运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或者正睡着香甜的时候，半夜突然抽筋，就痛得惊醒过来。那很多人的抽筋会发生在小腿或者是脚底，这是比较经常见的部位。那么抽筋该如何处置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名医陈朝龙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中医如何看待抽筋，以及抽筋的时候该怎么办。陈医师您好。大家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陈医师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抽筋，其实我想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曾经发生过，只是说它痛的时间长短是不是一下就好？有些人真的痛得很久。那么抽筋为什么会有抽筋这样的现象发生呢？抽筋简单的说，它就是肌肉太疲劳，或是它遇到冷之后，这个不自主的收缩，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离子的交换有问题，尤其是钙离子的交换有问题。那有时候是因为这个血液的循环产生障碍。这个都会产生抽筋。那除了这些呢？譬如说运动伤害，是不是运动久了也会造成抽筋的现象？抽筋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疲劳，过度的使用，尤其像有些喜欢爬山的，游泳、骑脚踏车、长跑的，那踢足球也很容易抽筋。尤其在我们在看很多剧烈的比赛，它到下半场大家都疲劳了，就抽筋。那尤其你要做一个比较比如说要跳起来顶球或去铲人家的球的时候，它抽筋的机会又更大。就是说，它瞬间在加速加压的时候，抽筋的这个现象就会产生。还有一个是脱水跟电解质不平衡，脱水也会哦。对，我们在流汗流多了就会了。所以我们在当兵的时候，这个行军水壶里面要加一点盐巴。所以我们在这种会流汗的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盐巴。因为它水分一流失，加上电解质里面的钙离子啊、镁离子啊、钾离子啊，在流失的状况下，它就很容易产生抽筋的现象。我们中医讲的寒主收引啊，热胀冷缩，遇到冷的时候比较容易抽筋，所以冬天会比较容易抽筋。那我们常常听到说，在水里面尤其在比较深的水里面，它水温低也容易抽筋那老人家呢，跟孕妇，因为这个骨质的流失、钙质的流失。它就容易产生低血钙的现象，也很容易这种抽筋的这个现象。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血液的这个阻滞就是比如说你姿势摆不对了，压到了，睡太久压到了，它血液回流不去，那代谢的物质排不出来，产生一种毒性留在肌肉的组织里面，就会产生抽筋的现象。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芍药甘草汤，这是在《伤寒论》里面的方子，也是治这些肌肉的痉挛，让它缓解。芍药甘草汤很简单就只有2味药，就是芍药跟我们的炙甘草，芍药6钱，炙甘草3钱，用水煮就可以了，可以当茶饮。那如果真的要治病的时候很不舒服要做一些预防治疗性的，你就可以煮成比较浓的比如说你用3碗水煮成1碗，这句话很重要，叫甘酸化阴这什么意思？甘酸化阴就是说我们的芍药偏酸，那它可以滋养血脉；那甘草偏甘，能够通利经脉。利血气而缓急止痛，急就是它会紧急的痉挛，看起来就是被拉住拉得很紧这样子2个药呢合用就可以筋得所养，脚挛即会自生。那一般我们在临床上还会加2味药，一个是牛膝，一个是番木瓜。这2味药呢，它会引药下行的时候呢，效果会更好。那它本身2味药就有强壮经脉的这个作用。您是伤科的主要的一个权威医生，那你一定经常看到有一些运动伤害嘛，甚至是抽筋，就运动现场的抽筋。那瞬间抽筋很痛，他脚不能动，或者是哪里卡住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遇到紧急，他已经在痛了当然你要治疗他，其实不是用针或推拿，是先帮他摆一个比较对的姿势，让他这个脚反方向的让他伸展。比如说他是小腿抽筋，你就让他这个脚尖呢往上，让他小腿的肌肉伸展假设这个是小腿的话，小腿这个腓肠肌的位置，就是我们小腿肚的我们脚尖呢就往上搬那这时候让他躺下来。那站起来也可以，站起来让他做一些斜斜的拉到背后的肌肉也可以。那一般是躺着做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帮他操作一下，很容易达到马上缓解的效果。那也可以帮他按摩。那按摩的方向呢，大概就是跟他肌肉的方向是垂直的，也就是说他这个是小腿的肌肉，那我们按摩的方向是这样是垂直的，左右搓它，左右搓它。那也可以用手这样子捏它，按压它，按压它。他即使是小腿肌肉受伤，我会从大腿就开始跟他按摩。为什么？或大腿给他放松，因为人
的肌肉它是全身是一体的，我们肌筋膜是全身的，大腿的肌肉是量体最大的肌肉，它就是一个有储藏室的作用。大家在代偿的时候就会从腿部来代偿，所以你腿部先放松之后，让它有多余的这个代偿的量，可以借小腿来用，让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大腿要怎么放松？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样按压的吗？大腿的放松也是类似这样的按压。那如果再躺下来的话，我会让它屈腿或者是伸直。屈腿就是脚弯起来哈，让这个大腿的整个臀大肌啊这些展现的看得更清楚。那在硬的地方可以按压。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可以用针灸的方式，会更快。那这时候针灸都不一定要留针。你就可以扎下去就马上拔起来，让它的刺激量够就可以了。那因为你不留针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做手法，马上可以给它按摩，可以做推拿，那缓解的会更快。会不会有人因为抽筋而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一般是不会，它是一个良性的短暂性的伤害，后遗症是不会。但是如果你不听它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要听身体的话，不要听脑袋的话。也就是身体告诉你一些警讯，这些疼痛、酸麻胀、红肿，它就是身体的警报器。它抽筋让你痛了，就是不让你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它的这个警报器给你的讯号，然后赶快停止这个活动，然后做一些缓解的功课。那一般要怎么样预防抽筋？是不是一定要暖身呢？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是需要做一些伸展啊、暖身哦，让你的核心先热起来，然后四肢呢跟着肌肉能够松开，让肌肉能够回到一个适当的长度的时候，这样子运动是比较安全，比较不容易受伤。运动完之后啊，不要直接吹风啊，这个也很重要。那有些平常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要直接对着你的脚吹风。头吹风，这个都会让那个肌肉会痉挛。我们身上不止这个小腿会抽筋，手指头、脚趾头、大腿的前后侧也会抽筋，甚至有人胃也会抽筋。有些在游泳的时候胃抽筋，很多造成溺水就是胃抽筋这个都是一种危险。如果他在游泳胃抽筋怎么办？第一瞬间他的姿势应该要怎么办？要先改成仰视的方式再来处理，然后包括手啊脚，你要先离开那个比较深的水域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会有生命的危险，水火无情啊。还有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穿弹性袜。为什么？第一个会保暖，第二个它有一个约束的作用。你在约束它之后呢，它血液的循环会比较好一些。我们刚刚讲到它血流阻滞的时候容易抽筋，那穿弹性袜也是不错的选择。弹性袜就是保暖，然后又把它这样绷住。对。那平常有没有什么样的运动啊，可以帮忙做这样子的一个伸展的一个调试呢？对，我们可以借由伸展来减缓抽筋的疼痛，也可以当成你肌肉的延展性会好一点，血流好一点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容易抽筋。所以医生要教我们几个动作吗？是可以。好，那首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手呢贴在墙壁上面，离墙壁大概60公分，就看你的身高了哈。你身高越高的人就离远一点，那就往前推墙壁。那两脚呢一前一后也可以，两脚平行也可以。那上半身跟小腿跟大腿都保持笔直。那用力的时候，你就脚跟不要离地，让你的后脚从背从大腿、从小腿一直到脚跟，它一连线起来的时候会被伸展到。除了这个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运动？那一般如果说可以常常做我们叫做坐姿体前弯坐着然后脚尖翘起来，然后弯腰下去，可以摸到脚尖，这样就有用了。有没有哪些你们会经常用的穴位？最常用的当然就是小腿附近的承山穴第二个就是委中穴。那委中穴呢，就是在我们膝腘窝的正中间。那承山穴就是在我们的腿长肌的这个中间。我们用力的时候，我们看到小腿一个人字形的这个形状的下面就是那样子的交叉点这样。交叉点那边那个叫承山穴。那给他一点热敷也很好，给他觉得热热的感觉，就会舒缓一点。是，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呢？饮食上面也要注意，但不要吃太多凉性的东西啦，身体太冷、太寒性的比较容易抽筋。尽量保暖，不管是这个脚的部分也好，身体的部分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吹到风，经常要做一些伸展。
保持适度的运动啊，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松软的状况，让循环好一点，它就比较不会抽筋。医师，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芍药甘草汤呢，我们有煮了一下，让医生试喝一下。好，哎，好香哦，甜甜的耶。这个介于这个茶饮跟药之间的啦，这个算是比较浓一点，所以我们要更但是这个气味其实还不错，还蛮适合，就是你爬山啊，然后这个好像还蛮止渴的感觉。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爬山的时候怕抽筋，可以可以带一壶子，那带一点那个盐糖，盐糖，然后或者跟我们当兵一样，水壶里面加一点盐巴。是。那除了这些，有哪些食物是我们日常经常可以见到，但是却不知道它可以预防我们抽筋？医师今天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讲到高钙就是钙质的补充，还有镁啊、钾这些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会看到的食物，第一个当然会想到是牛奶，牛奶的钙质很丰富。那尤其我们刚讲到这个老年人啊，或是这个孕妇可以多吃。那第二个就是昆布或者海带，这个也是。它跟深绿色的蔬菜也都是有这种含这些钙质啊，还有镁这个很丰富，还有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这个都很好，豆干啊，黑芝麻。那黑芝麻如果可以再炒一些小鱼干，效果会更好。两个加成。那坚果类我们很多的坚果类，包括这个腰果啊、花生啊、胡桃啊，这个都是很好的这个补充品。那除了这些有钙质之外，那水果类里面含的是什么样的元素呢？其实我们要的就是它里面的钙啊、镁啊、钾这3个元素，是我们在抽筋的预防里面是最好的。那第一个想到的钾就是香蕉。我们在运动赛事里面看到一些选手都用香蕉当成他们的点心，对或者打球打到背就是啃一根香蕉它是防止它抽筋，又有饱足感那淀粉类我们有马铃薯啊、番薯啊这些甚至南瓜，包括芋头，都是很好的这种高级的淀粉它还有一些纤维质。那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就不要吃面啊、麦啊、面条做的东西。那这个呢，番茄跟那个柳丁啊、酪梨啊，这也是。那番茄呢，也是很好的水果那一般我们在做菜也可以加进去。柳丁呢，可以打成果汁，它的量也可以多一点点因为它里面的钾的含量也很高。那酪梨呢更好我们知道酪梨打成汁，加上牛奶之后有钙又有这些纤维、镁啊、钾都加进去了，还有绿色的蔬菜也是很好的食物。是。最后呢，医生有没有要提醒观众朋友有哪些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呢？那关于抽筋，第一个还是要平常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尤其是运动前。那第二个就是保暖第三个就是遇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要懂得用自救的方式，先让这个抽筋缓解下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减少疼痛，那减少一些后遗症，不要太勉强。身体告诉你不要太勉强，你就不要太勉强，不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